林氏女出阁前，需在宗祠内选一块玉牌定亲。本该交到我手上的是郑国公世子的青玉牌，但二兄为了给养在府内的表妹泄愤，把我的玉牌换作了陆家那名痴傻少主的木牌。陆少主3岁高烧后就不识人，传闻他遇着生人只会躲，连用膳也需乳母一口一口喂。族内女眷瞬间笑作一团。嫡女配痴儿，倒也稀奇。日后这洞房花烛都不晓得谁教谁。表姐咬着唇落泪珠，二兄在我耳畔冷声道：“你回府以后，他处处被当成笑话，今儿让你也难堪一次，绝不会真叫你嫁过去。”我弯腰拾起那块木牌，我嫁。宗祠内静了1秒，供桌上的烛光微微摇着，映得祖先牌位一排排暗沉发亮。父亲林伯远坐在高位，面色已然白了。母亲手中的念珠停在指尖，似没听清我刚才讲了什么。二兄林清月立于我身后，本还带着些许得逞后的冷笑，此刻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表妹温令仪红着眼坐在母亲身旁，手中捏着一方锦帕，泪水含在眼睫，欲落未落。她最擅长这般哭，不出声，不吵闹，只要垂下眸，满堂长辈都会觉得她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归林家2载，早已看惯。昔日她占着我的屋子，撑住了10多年，舍不得挪，母亲便叫我先住偏院。她带着祖母留给嫡系的金镯，称那是祖母生前亲手赐她的念想。父亲便让我别同她争。她在花宴上被人嘲视寄人篱下，归来落了泪。二兄便认定是我这真千金回府后，才叫她落到受人讥讽的境地。今日祠堂挑牌，族内长辈皆在。林家与郑国公府议了数月，本该将我的庚帖同崔行简的青玉牌一并送去合婚。崔行简是郑国公世子，年少成名，清贵端庄。京中众人都说我这在外流落16年的嫡女，若能嫁入国公府，才算真正站稳脚跟。可林清月为了给温令仪泄愤，暗中将那枚青玉牌调换，交到我手里的是陆望舒的木牌。陆家少主痴呆、怯生、病弱，京中女眷弹吉他，总带着几分不掩饰的怜悯和嫌弃。我弯腰拾牌时，听见有人在笑。如今我称嫁，他们便笑不出了。父亲厉声道：“知微，你可知自己在讲什么？”我捏着那块木牌，抬起头，知晓。林清月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她压低音量，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话来：“林知微，你别发疯，我只是叫你丢一回丑，谁准你拿婚事赌气？”我盯着他，这张脸我其实仍觉陌生。他是我的亲长兄，可我回府2载，他唤温令仪乳名的次数比唤我名讳还多。我病了，他称我装可怜，想抢母亲的关怀。我学规矩慢，他称乡下养大的丫头果然上不了台面。温令仪在外遭人轻视，他怪我归来，害他没了名正言顺的嫡女身份。今日他换牌，大概也只是想叫我尝尝难堪的滋味，但他忘了，一个女儿家的婚事从来不该被当作玩笑。我一点点挣脱他的手。二哥既然敢换，便该知晓后果。林清月面色铁青：“你敢怨我？”我言：“我只是顺了你的意，陆家的牌既已到了我手里，我便嫁过去。”温令仪终于哭出声：“姐姐，我真的不晓得二哥会这般，我只是前日同他讲，若你嫁入郑国公府，日后旁人更要拿我同你比，可我没想害你嫁入陆家。”他哭得双肩发颤，母亲立刻将他搂入怀中，心疼地替他抹泪：“令仪，此事不怪你。”父亲望向我，眉头紧锁：“知微，今日之事是你二哥胡闹，我会叫他给你赔罪。木牌仅是误拿，算不得数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族内长辈皆瞧见了，陆家牌入了林家宗祠，我亲手接了。父亲现在称误拿，是要让外头人晓得林家在祖宗牌位前拿别人家的婚事当儿戏吗？”父亲的面色瞬间难看。大伯母本还在看热闹，听闻此话也收了笑。族中最重颜面，今日若只说我丢脸，众人还能笑；可若说林家拿陆家当儿戏，这笑话便要落到整个家族头上。林清月冷声道：“休拿大话压人，陆家那位痴傻成那般，你真嫁过去，哭都没地儿哭。”我言：“我哭不哭都不劳二哥操心。”他像被我这句话刺痛，眼神越发冷。母亲突然道：“知微，你是不是怨我们偏袒令仪？”我望向他，他眼中带泪，也有疲惫。你若怨，可以说，何必拿一辈子赌气？我攥紧手中的牌：“母亲，我并未赌气。”他显然不信，无人相信。他们皆觉得我在闹，等着他们来哄，等着林清月低头，等着重新拿回那枚青玉牌。可我极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崔行简再好，也是郑国公府的世子，他日后要娶的是一个规矩得体、门第清白、自幼被教养出来的贵女。我这般中途回府，处处被拿来和温令仪比的嫡女，嫁过去也只会成为另一座肛门里的笑柄。陆家不同，陆家这些年低调，却握着江南3州的粮船和药材路。陆望舒痴傻不假，
可陆家老太君出了名的护短，陆家内宅也比镇国公府清静。更何况我曾见过陆望舒一面。2年前我出归京，在相国寺后院迷路，一群孩童围着一个少年笑，少年穿着月白衣衫，抱着一只受伤的梨花，缩在树下，谁靠近都发抖。那些人口中说着刺耳的话语，我那时还未学会京中规矩，只觉得他们吵，捡起一根树枝，将人全赶跑了。少年躲在树后望我，半晌后，他把怀里的梨花往我面前递了递，音量极轻。他疼，那是我首度知晓，所谓痴傻之人也懂得旁人疼。比起林家这些清醒的狠的人，已然难得。我跪到父亲跟前，将木牌捧起。父亲，女儿愿嫁陆家，求父亲成全。这门亲事最终还是定了，父亲并非成全我，是无法收场。陆家的人来得比所有人想的都快。宗祠散席还未过半个时辰，陆家老太君身边的宋嬷嬷便带着李叔进了林府。她年过半百，衣着素净，眉眼却极具威势。进门后仅向父亲行了半礼，便道：我家老太君听闻林二姑娘亲自接了少主的牌，特命老奴来问林家可还认这门亲事。父亲额角青筋都跳了一瞬，林清月面色发沉。宋嬷嬷消息倒快。宋嬷嬷望向他，陆家少主的亲事，自当要快些晓得。这句话不轻不重，却像一巴掌扇在林清月脸上。父亲咳了一声，今日之事确有些误会。宋嬷嬷淡淡道：宗祠择牌，祖宗牌位在上，林大人若称误会，老奴便回去如实禀告，陆家不会强取。只是从今往后，林家姑娘的玉牌，怕是无人敢轻易接了。父亲再不敢称误会，母亲坐在一旁，面色苍白。温令仪红着眼，不敢作声。我站起身，向宋嬷嬷行礼，请嬷嬷回禀老太君，知微愿嫁。宋嬷嬷这才仔细看我，她的眼神不像林家人那般审视，也无那些女眷的轻慢，只问：姑娘可想好了？我家少主身子不同常人，他不懂许多世俗规矩，夜里怕雷，遇见生人也怕。陆家会护他，也会护少夫人。可若姑娘只为赌一口气，日后两相怨恨，谁都不好过。我抬头，我想好了。宋嬷嬷看我良久，终于颔首。那便好。她从袖中取出一只小匣，这是少主亲手做的小物件，虽不值钱，却是他知晓自己要定亲后，挑了3日才挑出来的。匣子敞开，那里是一只木雕梨花，巴掌大小，耳朵雕得有些歪，尾巴却细致地卷着。旁边女眷有人忍不住笑了。这算定亲礼？宋嬷嬷未曾理会，我伸手接过，那木雕入手温润，显然被人摸过许多回。我突然忆起相国寺后院那只受伤梨花，原来她还记得我将木雕收好，替我多谢少主。宋嬷嬷眼底终于有了一丝温和。她离去后，父亲一把摔了茶杯。你干的好事！林清月跪在地上，面色难看，却仍不服。儿子只是想替令仪出气。父亲怒言：出气？你拿你妹妹的婚事出气？林清月咬牙：她算哪门子妹妹？屋内瞬间静了，母亲面色变了。我立在旁边盯着她。林清月也意识到了自己讲了什么，双唇抿紧。温令仪立刻哭道：二哥，你别这般说姐姐，姐姐才是林家血脉，我本就不该。够了！我打断他，众人皆望向我。我把那只木匣交给清河，血脉也好，外人也罢，反正这门亲事已经落定。二哥日后不必再纠结我算哪门子妹妹，等我嫁入陆家，自然不碍你们的眼。母亲眼眶一红：志威，你怎么能这般讲？我盯着他，我怎就不能这般讲？回府2载，我每一次想靠近他，他总先回头看温令仪。我想学管事，他称令仪熟悉府中，叫我先跟着他。我想陪他去赴宴，他称我礼数还差，会遭人看笑话。我病中想喝一碗热汤，温令仪偏巧也称胃口不佳，后厨便先给他送去。后来汤凉了，送到我院中，无人觉得有问题，因为我身子好，能等。如今我不等了，他们倒觉得我言语伤人。父亲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亲事既然定下，便备好嫁妆。母亲低声道：镇国公府那边。父亲冷了脸，还提什么镇国公府？林清月跪在地上，突然抬头望我，她的眼神极复杂，有怒，也有一丝未能藏住的慌。我未曾再看她。从宗祠出来时，温令仪追上我，姐姐，我停下，她眼眶通红，手里攥着锦帕。我真的没有想害你嫁给陆少主。我颔首，你只是想叫我难堪。她面色一白，我接着道：如今我嫁过去，你该欢喜。她泪珠滚落，你这般讲是要我心中难安，那就难安着吧。我言罢便走，身后许久没有声响。清河跟在我身侧，憋了半晌，低声道：姑娘，
你方才真厉害。我笑了笑，厉害吗？厉害。他用力颔首。从前姑娘总是解释半晌，越解释越他们不信。今日不解释，反倒痛快。我摸了摸袖里的木雕梨花，确实痛快。大婚前，林府热闹了极长一段时日，并非喜庆的热闹，是尴尬、惶恐、假装体面的热闹。镇国公府那边很快退了青玉牌，送牌的人语气客气，却未给林家留多少颜面。世子称，林家既已另择良婿，国公府便不耽误二姑娘了。父亲听罢，整日未曾出书房，母亲哭了几回，称我命苦。林清月听闻此话，反倒发了火气。她自己要嫁的，如今提什么命苦？母亲哭得更厉害。若不是你换牌，他何至于此？林清月被问得面色发白，摔门离去。我听清河学这些时，正在试嫁衣。陆家送来的喜服比我想象中好，绸缎厚实，绣纹精细，针脚处缝了极细的金线，却不张扬。清河看得双眼发亮。陆家比外头传的阔气多了。我摸了摸袖口，陆家从来不穷，只是陆望舒痴傻，陆老太君又闭门不争，旁人便觉得他们好拿捏。这世道向来如此，谁不闹，谁便被当作软柿子。喜服送来当晚，林清月来了我的院落，我正坐在桌边整理嫁妆单，她立在门口没进来。林之薇，我未曾抬头。二哥有事。他走入内，目光落在嫁妆单上。你真要嫁？婚期已定下。你若反悔，我可以想对策。我终于抬头望他，他面色极差，眼底有血丝。这几日他大概也未睡好。想什么对策？他抿唇。我去陆家赔罪。我称换牌是我的主意，与你无关。再叫父亲去镇国公府说和。我看了他良久，突然觉得极可笑。他终于知晓后悔了，可他懊悔的法子依旧是把我重新摆回那条他觉得好的路上。二哥，我不想嫁崔行健。林清月愣住。为何？国公府不好吗？崔行健不好吗？你知不知晓你要嫁的是一个连自己衣裳都穿不好的傻子？这话刺耳，我割下手里的笔。陆望舒是痴呆，不是任你折辱。林清月像被我这一句堵住，半晌没作声。我接着道：你们都称国公府好，可从没人问我愿不愿意嫁过去。你们也都称陆家不好，可依旧没人问我愿不愿意。如今我称愿意，你们又不信。林清月音量降下来。我是你哥。我盯着他。你换牌那日有把自己当过我哥吗？他面色骤白。屋内寂静，外头风吹过海棠树，落花轻轻砸在窗纸上。林清月许久后才开口：那日我只是气不过，令仪被人笑了许多回。他本来在林家好好的，你回来之后，所有人皆拿他身份说事。我笑了一下。所以你便拿我的婚事哄他。他未曾答。我言：二哥，温令仪被人笑，并非我害的。我流落在外16载，也并非他害的。可你们总觉得，只要我多退一步，他便不用难过。我退了偏院，退了母亲，退了祖母的镯子，最终连婚事你要拿去替他出气，你觉得够了吗？林清月眼眶竟有一丝红，她很快移开眼。我未曾想那么多。你自然没有。我低头重新拿起笔。被推出去的人并非你。他立在原地，良久没有作声。离去前，他声音极哑：说陆家欺压你，递信回来。我未曾抬头。二哥不必等我被欺压，先把自己做过的事想通透吧。大婚前夜，母亲来给我添妆，她带来一对赤金钗，是她压箱底的嫁妆。我推了回去，留给令仪吧。她泪水瞬间落下来。你还在怨我？我安静盯着她。怨过。她哭声停了一瞬。我言：现在不大想怨了，太累。母亲怔怔看我，我低头整理袖口。母亲，我嫁入陆家后会好好过日子，你也保重。她突然攥住我的手。只为我并非不疼你。这句话来得太迟，我没有像出归府那年一般急着问她，那为何你总先疼温令仪？我仅是轻轻颔首。她哭了良久，最终还是把那对金钗放进了我的妆匣。陆家的迎亲队伍来得极安静，没有镇国公府那般显赫的仪仗，也无人群中非议的寒酸。陆老太君亲自遣了宋嬷嬷来迎，她立在轿前向我行礼。少夫人，老太君称今日山路平，您别怕颠。我坐进喜轿，外头人群里尚有人非议：真嫁了！林家这丫头倒狠，赌气赌到这份上。等进了陆家，进来那傻少主，有他哭的。我合上眼，哭也罢，笑也罢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。陆府在城东，府门极大，却无想象中的热闹。红绸挂得齐整，宾客不算多。陆老太君岁数大了，亲自坐在正堂后屋。我被扶下轿时，隔着盖头听见一阵极轻的脚步声，有人躲在柱子后，衣料摩擦出窸窣响。
宋嬷嬷轻声道：“少主，少夫人到了。”那边未曾回应。过了片刻，有人小声讲：“宋嬷嬷语气温柔，今日成婚，自当要穿红。”那人又小声讲：“我突然明了，他怕红烛，礼堂里龙凤烛烧得极旺，红光跃动似火。陆望舒3岁高烧，传闻便是因为一场走水。我停下脚步，旁边喜娘慌了：“少夫人！”我掀开盖头一脚，满堂人皆愣住，宋嬷嬷也惊了。我望向正堂两侧的红烛，撤一半。喜娘脸都白了：“这不合规矩。”我言：“人都怕了，还顾什么规矩？”陆老太君坐在上首，拐杖轻轻一顿，撤！下人立刻动起来。红烛撤去一半，堂中光暗了些，柱子后的人终于探出半张脸。陆望舒穿着大红喜袍，眉眼生得极好，面色却白得厉害。他看上去比传言中清瘦，头发用玉冠束着，冠带有些歪。他的手死死抓着柱子，似一只受惊的鹿。我对他笑了一笑，不怕。他盯着我，良久后视线落到我袖边。我怔了一瞬，他还记得那只木雕梨花。宋嬷嬷低声解释：“少主这些时日一直讲要娶猫姐姐。”喜娘险些没憋住笑，我却觉得心头一软，并非猫姐姐。我走过去，向她递出手：“我幻灵之威。”陆望舒盯着我的手，他不敢碰，指尖在袖中拳了又拳。满堂宾客看着，有人露出讥讽的神情。这礼怎么办？少主怕成这般，洞房只怕更难。我听见了，陆望舒也听见了，他的面色更白，整个人往柱子后缩。我转身望向说话的人，那是陆家二房的夫人，她笑意还未及收起。我言：“二婶若嫌礼慢，可以先回屋。少主今日成婚，不缺一个看笑话的长辈。”堂中静了，二房夫人面色涨红。陆老太君望向我，眼底露出一丝赞许。他沉声道：“二房若嫌慢，便去偏厅品茶。”二房夫人再不敢多言。我重新望向陆望舒：“我手搁在这里，你想牵便牵，不想也无大碍。”过了良久，一只冰凉的手轻轻搭上来，只碰了一丁点，似怕我也会烫人。我未曾握紧，只叫他自己搭着。礼官重新唱礼，一拜天地时，他动作慢半拍；二拜高堂时，他突然忘了该转哪边。我未曾催，扶着他一点点转过去。夫妻对拜时，他低头看我的裙摆，极轻的讲：“红不烧。”我笑了：“今日的红不烧人。”洞房内极安静，没有闹喜的。宋嬷嬷早早把不相干的丫鬟婆子都遣出去，屋内的红烛也只留了2盏，搁得极远。陆望舒坐在床角，背贴着墙，手里攥着一只小木鸟。他不看我，只低头拨弄那只鸟的翅膀。我坐在桌边，食了半碟糕点。从早到晚，我只在上轿前饮了半碗粥，早饿了。陆望舒听见动静，偷偷看我一眼。我把一块松子糕推到桌沿。什么？他盯着糕点，未曾动。我言：“我不喂你。”他愣了愣，我接着道：“你若想食，自己来取。”他抿住唇，似乎在思索。过了好半晌，他慢吞吞从床角挪下来，走到桌边，伸手拿了一块，手指极白，指甲修得干净。他把糕点捧在手心，小口小口食，食到一半，突然抬头看我：“你不笑我？”我问：“为何要笑？”他们笑。他讲话极慢，讲我不会，讲我笨，讲新娘子会哭。我搁下茶杯：“那你看我哭了吗？”他认真看我，摇头：“未哭。”我言：“日后谁讲我会哭，你就告诉他，我不会因为你哭。”他把这句话想了良久，接着低声重复：“不会因为我哭。”他似乎松了口气。夜里，我让人把床上的花生桂圆都收走。陆望舒一直立在旁边看。我问：“你睡里头还是外边？”他抱着木鸟，双眸睁大，似听到了极难的问题。宋嬷嬷在旁边低声道：“少主平日睡靠墙那边。”我颔首：“那你睡里边。”陆望舒慢慢爬上榻，躺得极直，手里还攥着木鸟。我吹灭一盏灯，刚要睡，突然听见他小声问：“你会走吗？”我停下：“今晚不走。”他又问：“明日呢？”明日也不走。他沉默片刻。他们讲新娘子看见我会跑。我盯着床顶嗅闻，那他们错了。暗色里，他轻轻嗯了一声。半夜时，外头突然打起雷，春雷不大，可陆望舒猛地惊醒，整个人缩到墙角，捂住双耳，呼吸急促的骇人。宋嬷嬷和乳母都不在。我点了灯，靠过去。他一瞧见火光，抖得更厉害。我立刻灭灯，屋内重新暗下来。他喉咙里发出极压抑的呜咽声。娘！我坐在床下，未曾碰他，只轻声讲：“没有火，是雷，我在这里。”雷声又响，他把头埋进双膝，整个人似要碎了。我想了想，开始背白日看过的陆家家规。陆氏第1条，家中子弟不可欺弱；第2条，账房每月初5对清良策；第3条，晚辈成婚定喜，不得缺礼。背到第7条时，墙角的抖动轻了一丝。陆望舒从手臂后露出一只眼睛：“你背错了。”
我停住，何处错了？他小声讲，第3条在第5条后面。我怔住，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讲了什么，立刻把脸埋回去。我未曾戳破，仅是重新背。陆氏第1条，家中子弟不可欺弱；第2条，账房每月初5对清良策；第3条，族中田产不得私卖。背着背着，雷停了。陆望舒靠着墙睡熟，我坐在床下，直至天明。第2日，宋嬷嬷进屋时，瞧见我坐在脚踏上，眼圈微微红了。少夫人，我揉了揉发麻的双腿。少主夜里怕累，他低声道：“3岁那年那场火后，便这般。”我望向床上的陆望舒，他睡得极沉，眉头仍皱着。我言：“嬷嬷，少主真的什么都不懂吗？”宋嬷嬷神色微变：“少夫人为何这般问？”我笑了笑，随口问。他未曾答，我也未曾避，但我心中已然有数。陆望舒不只是痴呆，他记得家规，记得相国寺后院，也记得许多旁人以为他不懂的折辱。一个真的全然不懂的人，未必会这般怕自己拖累新娘子。婚后3日，我开始看陆家内宅账，陆老太君未曾拦，甚至叫宋嬷嬷把近5年账册全搬到我院里。你既嫁进门，便该知晓陆家的日子怎么过。老太君坐在榻上，鬓发全白，眼神却极锐。望叔不懂事，旁人便总以为陆家没人了。你若能管，便管；管不了，也不必勉强。我行礼，孙媳试一试。这一试便试出许多端倪。陆家药材开支大得惊人，陆望舒每月用的安神药竟占了药账60%。可我问过宋嬷嬷，她平日只有雷雨夜才会发作，白日大多安静。这般的药量过重，更怪的是药材都从2房名下的季春堂走。管药房的婆子称，少主这病多年了，大夫讲不能断药。我问哪位大夫，他支支吾吾，一直是二老爷请的人。陆家二老爷陆秉章是陆望舒的二叔，如今陆家外头的粮船与铺面多半由他代管。我成婚第2日敬茶时见过他，生得和气，笑起来似个宽厚长辈。他拍着陆望舒的肩讲，望舒娶了媳妇儿，往后可要懂事些，别吓着少夫人。陆望舒当时吓得往我身后缩，我那时只以为他怕生，如今再想未必只是怕生。我叫清河去查季春堂的药，又叫宋嬷嬷找来府中就医案。当夜陆望舒蹲在我书房门口，他手里拿着那只木鸟，不进屋不走。我抬头，要吃点心。他摇头，入睡。我望了眼外头天色，你困了？他摇头，你不睡。我笑了，你是来催我睡？他垂着眸，小声讲，夜里会寒。这话讲得极完整，比他平日那些短短的词清晰许多。我合上账本，好，我睡。他似乎松了口气。回房路上，他跟在我半步后，经过廊下时，2个小丫鬟正在讲话。少夫人真有耐性，换我嫁给少主，3日都熬不住。另一个立刻虚他，小声些。陆望舒脚步顿住，他的手指一点点攥紧那只木鸟。我转身走过去，2个丫鬟吓得跪地。少夫人恕罪！我盯着他们，明日去宋嬷嬷那里领罚。陆家主子的事，轮不到你们乱搅。小丫鬟连连磕头。陆望舒立在不远处，怔怔盯着我。我走回他身侧，走吧。他低头看地。他们讲的有些话不用听。他沉默了一声。你会熬不住吗？我盯着他。陆望舒，他抬头。你若总问我会不会走，我会觉得你不幸。他面色立刻变了。并非。我放缓音量。那日后少问。他点头点得极用力。好。走到房门口，他突然把手里的木鸟递给我，我未接。这是你的。他讲，给你。为何？他想了良久，信你。这一回我接了。木鸟的翅膀有些旧，被他握过很多年，边角都磨得滑溜。我把它搁到窗边，未曾讲多谢。他立在那里看着，双眸却慢慢亮起来。第2日，清河查回消息，季春堂近5年进过大量乌檀草，这种草少量入药可安宁，久服却会让人反应迟钝、困倦、昏沉。我捏着药单，指尖发寒。宋嬷嬷看完，面色白得骇人。少夫人，此事不能声张。我言，我知晓，请嬷嬷告知老太君。当日夜里，陆老太君亲自来我院中，他看完药方，拐杖几乎握不住。我竟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给望舒喂了这么些年的药。我扶住他，老太君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他闭了闭目，再睁开时，眼中一片冷厉。查药的事不能急。陆秉章长着陆家外务多年，府中不少人都听他的，若贸然动手，只会打草惊蛇。我先停了陆望舒1半安神药，换成宋嬷嬷亲自熬的温补方。头3日，他白日精神明显好了些，夜里却开始梦魇。第4夜，他发了高烧，我守在床前替他擦汗，他烧得神志不清，一直在唤阿娘，又唤别关门，二叔，门里还有人。我手一顿，宋嬷嬷面色骤变。陆望舒3岁那年，生母陆夫人死于那场火，外头传言是陆夫人夜里点灯不慎，火烧了后院。陆望舒被救出后高烧3日，从此痴呆。可他方才唤的是别关门，我低声问谁关门？陆望舒死死抓住我的袖口。二叔，
洪门，阿娘哭。宋嬷嬷捂住嘴，眼泪瞬间落下来。少夫人，我望向她，当年火场是谁先瞧见的？二老爷，她声音发颤，也是二老爷带人救出的少主。好一个救命恩人！我替陆望舒掖好被角。嬷嬷，别哭，把当年火场伺候过的人一个个寻出来。宋嬷嬷抹了眼泪，颔首。高烧退后，陆望舒昏睡了一整日。醒来时，他眼神比从前清明了些。见我坐在床边，他愣了良久。知伟，这是他首度唤我的名讳。我搁下书，醒了。他盯着我，似刚从极远的地方回来。我又讲梦话了。我轻轻颔首，他面色白下来。讲了什么？我未曾瞒，讲了你二叔。他的手指全紧。我不记得了。我盯着他，真不记得。他避开我的视线，我未曾逼他。不记得就慢慢想。他沉默良久，突然问：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我不傻。我笑了，这有什么好怕？他怔住，我接着道：我还怕你真傻到什么都不懂。那我一个人查账，极累。陆望舒盯着我，突然笑了一下，极浅也极笨拙，似多年不用的表情，终于被人从柜底翻出来。我有时清醒，他讲，但药瘾多了，头里似塞了棉花，记得一点又忘一点。我知晓他们笑我，知晓二叔不想我好，可是祖母岁数大了。我若讲，无人信。他声音极低，他们皆觉得傻子讲的话不算数。我心头一沉，日后我信。他抬眼望我，我重复，陆望师，日后你讲的话我信。他眼眶慢慢红了，未曾哭，只是盯着我，似终于寻到一处能站稳的地方。过了良久，他从枕下摸出一张折得极小的纸，这是我清醒时写的，纸上字迹断断续续，有些字写得极漂亮，有些却歪斜得厉害，上头记着几个人名，当年火场职业婆子、关门小厮、送药大夫，还有陆秉章的贴身随从，最下方仅有2个字：洪门。我把纸收好，这些够了。陆望舒小声讲，我写了良久，有时醒来纸寻不到，后来藏在木鸟肚子里。我怔住，窗边那只小木鸟安静立着，原来它并非只是玩物。我起身取来，果然在底座摸到一处暗扣，里头还有几张更旧的纸条。我未曾反复看那只木鸟，只是将纸条一张张展开，旧事终于有了线头。陆望舒坐在床上，紧张地盯着我。我言，你做得极好。他低下头，耳根红了。这一夜风极大，窗纸被吹得哗啦作响。我坐在灯下，将那些旧纸一张张抄录下来。陆望舒靠在床头，看着看着又慢慢睡过去，眉头还是皱着。可这一回他未曾再喊疼。陆家族会定在3月初9，陆老太君借口春季，把陆氏几房全换回府。陆秉章显然察觉到风声不对，来得比往常更早。他依旧一副宽厚模样，见到我便笑：少夫人近来管账辛劳。望舒那孩子给你添了不少乱子吧？我微微一笑，少主极好。陆秉章眼神闪了一瞬，他能安静些便好。自由病成那样，也苦了他。我言，是极苦，好在日后不必再饮那么多安神药。陆秉章脸上的笑终于僵住，我未曾再理他。族会开始后，陆老太君先问春季田产，2房账房报得滴水不漏。陆秉章坐在右侧，神情坦然，直至宋嬷嬷带人抬进一只药箱，里头是近5年的药渣封存。陆秉章的面色终于变了。母亲这是何意？陆老太君拄着拐杖，声音沉沉：查账。陆秉章皱眉：药账也归春季查？我站起身，将一份账本搁到案上。若是寻常药账，自然不用。可少主5年来服用的安神药里有大量乌檀草，这种药久服会让人神思迟缓，四肢困顿。二叔掌药房多年，总该给个说法。族内顿时哗然，陆秉章猛地望向我：少夫人年少，不懂药理，别听人挑唆。我言，我不懂，所以我请了3位大夫。话音落下，宋嬷嬷带人进屋，3位大夫依次验药，当场写下药性。陆秉章面色一寸寸冷下去，他冷笑：少主本就痴傻，服安神药是为了叫他少受惊扰。少夫人入门未久，便疑心陆家救人，未免太急于立威。我言，那便不提药，提当年那场火。陆秉章终于变脸，陆老太君握着拐杖的手也在发颤。我叫清河，带人进屋。头一个是当年被发卖出府的守门婆子，第2个是如今在外赌得落魄的小厮，第3个是季春堂前任账房。他们跪在堂下，一个个抖得筛糠。陆秉章厉声道：这些贱奴的话也能信？我言，二叔先听完再说能不能信。守门婆子哭着讲，当年陆夫人院中起火前，2老爷身边的随从曾来过，叫他去前院领赏银。小厮讲，
响，火起后，他奉命把后门落了锁。后来听见夫人在里头拍门，却不敢开。账房讲，乌檀草的采买从少主7岁那年起头，每年都由二老爷亲自批单。证词一句句落下，族内所有人的面色皆变了。陆秉章突然站起身，荒谬！我为何要害自己的亲侄？一直坐在屏风后的陆望舒缓缓走了出来。他今日穿了一身月白长袍，未曾躲，未曾抱木鸟，也未曾垂着头，仅是面色依旧有些白。所有人都愣住，有人低声讲：“少主。”陆望舒走到我身侧，他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袖口。我知晓他怕，可他未曾退。他望向陆秉章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：“因为我阿娘发现你私卖陆家粮船。”堂内死寂，陆秉章的面色彻底灰败。陆望舒接着道：“那一夜我听见了，阿娘称要告诉祖母，你称她不能活到天明。”他的呼吸有些急，我伸手扶住他的手腕，他缓了缓，接着道：“你锁了门，我在窗下，你未瞧见我。”一句一句似钉子钉入陆秉章身上。陆老太君终于撑不住，泪珠落下来。望舒，陆望舒望向他，眼中也有泪。祖母，我未曾乱讲，我记了很多年。陆老太君颤声道：“祖母信你。”这句话一出，陆望舒泪水终于滚了下来。他很快抬袖抹去，似怕自己丢脸。我握紧他的手。陆秉章还想辩，崔家遣来的官差已经进门。陆老太君早将此事递交了京兆府。火场旧案，私卖粮船，常年下药，足够陆秉章这辈子翻不了身。被拖出去时，突然朝我望来，眼中满是怨毒。林之威，你好狠！我平静道：“二叔讲错了，我只是看账。”族内无人再敢出声。陆望舒立在我身旁，手心满是汗。等众人都散了，他才低声问我：“我方才想得好吗？”我盯着他，极好。他双眸微微亮起来。我也像个傻子。我言：“未像陆家少主。”他低下头，这回并非畏惧，是难为情。陆秉章入狱后，陆家乱了一阵，二房的人被清出去不少，粮船、药铺和田产皆需重新盘点。陆老太君岁数大了，精力不济，陆望舒身子还未彻底好，便由我暂管内外账册，外头本在等着看笑话，称林家嫡女嫁了个傻子，如今要守着一团烂账哭。结果3月后，陆家的药材路重新走通。6月后，本被二房私吞的2条粮船归账，至年关，陆家账面比前一年还多出3成进项。京中那些闲言渐渐变了味，有人称陆家少夫人倒有几分能耐，也有人称林家当初怕不是误打误撞，把真金送入了陆家。这话传回林府时，父亲遣人送了许多物件来，母亲亲自来了2回。他见到陆望舒时，神色极不自在，大概也没料到传闻中的痴傻少主会亲自给他侦查。陆望舒依旧不喜见生人，但他记得我讲过这是母亲，他便坐在我身旁，规规矩矩唤了一声岳母。母亲愣了良久，眼圈突然红了。好孩子。陆望舒不大懂应付这般温情，转头望我，我朝他笑了一下，他便低头接着剥栗子，剥得极慢，剥好后搁到我跟前的小碟里。母亲盯着这一幕，神色愈发复杂。归去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：“之为，你过得好，母亲便安心了。”我颔首：“我过得极好。”他泪珠滚落。从前是母亲总觉得令姨可怜，忽视了你。我未曾讲没关系，仅是言母亲日后顾着自己。他哭得更厉害。林清月来得最晚，那时陆望舒正陪着我在库房对账。听闻林清月求见，他手里的算盘珠顿住。你兄长？我颔首。他问：“你想见吗？”我想了想，见吧。林清月立在前厅，许久未见，她稳重许多，不再似从前那般一开口便带刺。瞧见我和陆望舒一道进来，她明显愣了一瞬。陆望舒今日着青色长服，发冠束得端正，仅是在碰见陌生人时，手指仍下意识往袖中缩。我自然地握住她的手。二哥。林清月的视线落在我们相握的手上，她沉默片刻，向陆望舒行礼。陆少主。陆望舒看我一眼，我轻轻颔首，他才回礼。林二公子，声音有些慢，却清晰。林清月眼神震颤，他大概终于明了，自己当初口中的傻子，从来不是一件能拿来折辱我的物件。落座后，他讲了许多，讲温令仪已经定亲，嫁的是吏部一位郎中的庶子，这门亲事不算高，却安稳。他起初哭了良久，后来终于认命。讲父亲如今不再提镇国公府，讲母亲总把陆家送去的药材看了又看，最终他低声道：“只为那日换牌，是我对不住你。”我端着茶，良久未作声，他也未曾催。陆望舒坐在我身旁，安静剥着一颗栗子，剥完后递给我。林清月瞧见，喉结滑了滑。我接下栗子。二哥这句对不住，我听到了。林清月眼眶微红。你不谅解也无碍。我今日来不是逼你谅解，只是想叫你知晓，我后来想通透了，
我总称令仪委屈，却没瞧见你也委屈。我称你归来害他遭人笑，却忘了你本就该回府。他讲的艰涩，每一句皆似从喉咙里刮出来。只为我这个兄长当的极坏。我盯着他，从前我想听这句话想了良久，想听他承认偏袒，承认自己错。如今听见了，倒未有想象中那般痛快，只觉一块压久了的巨石被人轻轻挪开一点。我言：二哥日后别再这般待旁人了。他低头。好。送他离去时，陆望舒立在我身侧。林清月走到门口，突然回头：陆少主。陆望舒抬眼，林清月郑重道：多谢你待知微好。陆望舒想了想，极认真地讲：他先待我好的。林清月怔住，我也怔住。陆望舒耳根有些红，却未曾躲。他讲：我会一直待他好。林清月盯了他良久，最终低头笑了一笑。那便好。陆望舒恢复得极慢，乌檀草伤了他多年，并非几副药便能养回来。有时他能清清楚楚陪我看一整日账册，有时醒来又会忘了前一日讲过的话。雷雨夜依旧怕，瞧见火也会发呆，但他不再总问我会不会走。他开始学着把畏惧讲出来。只为今日外头风大，我有些乱。只为二房的人来过，我不欢喜。只为这段账册我看懂了，但头疼。他讲一句，我便应一句。有时我忙，他便坐在窗边自己练字，开字极漂亮，前半行清秀，后半行偶尔会乱了，他便重新写，从不发火。我看久了，忍不住问他：你不嫌烦吗？他抬头：什么？一遍一遍从头来。他想了想：不从头来，便一直错。这话似他会讲的，通俗却极实在。陆家秋季那日，陆老太君当众将族内主印交给陆望舒，族内再无人敢笑。他接印时，手指依旧有一点抖。我立在他身侧，袖口轻轻碰着他的手背。他转头望我一眼，随后把印稳稳接了过来。礼毕后，陆老太君把我们唤至内堂，他取出一张旧契，是陆望舒生母留下的一处江南别院。这本该早些交给望舒。老太君叹道：这些年我总觉得他这模样，给他什么都守不住。现在看来是我糊涂。陆望舒低声道：祖母未糊涂。老太君眼圈红了。好孩子。我把旧契收好。陆望舒突然问：知微，江南远吗？有些远。你想去吗？我言：日后可以去瞧瞧。他颔首：那我养好身子陪你去。我笑了：好。那年冬日，京中落了极大的雪，陆望舒已能陪我在院中走一小段路。他披着狐裘，面色仍白，双眸却亮。雪落在他肩头，他伸手接了一片，似孩童一般认真看。凉。我言：雪自然凉。他把手缩回袖内。你手也凉吗？未等我答，他已经牵住我的手，塞进自己袖中，动作笨拙，耳根却红得厉害。我盯着他，突然忆起宗祠那日，族内女眷笑我嫡女配痴儿，笑我日后洞房花烛不知谁教谁。他们何曾知晓，真正教会我过日子的人，反倒是这个被他们轻贱的陆少主。他教我畏惧可以讲，错了可以重来，谁先待你好，便要记着，不必因为旁人笑，便觉得自己真的低人一头。开春后，温令仪出阁，母亲递帖子问我回不回林家观礼，我去了。温令仪穿着喜服，眼眶红红的，瞧见我，她立了良久，最终低声讲：姐姐，当年是我不懂事。我盯着她，她不再似从前那般哭得惹人心疼，仅是极安静地立在那里。我言：日后好好过吧。她颔首：林清月那日也在，她未曾再似从前那般时时围着温令仪转，仅是客气地送她出门，转身瞧见我时轻声讲：知微，母亲给你备了你年幼时爱食的糖蒸酥酪。我一怔：我年幼时不在林家。他面色微僵，很快又讲：那是你回府首年讲过爱时。我想了想，竟有些不记得了，他却记住了。我颔首：多谢二哥。他眼底有一丝笑，浅浅的，迟来的，却不再叫人难受。3年后，陆望舒身子好了许多，他依旧比常人慢些，话不多，见陌生人也不爱笑。可陆家上下再无人敢因这个轻视他。他管粮船极稳，不贪快，也不冒险，每一笔账皆要亲自看过。有人背后讲，少主比从前更难糊弄了。宋嬷嬷听闻后，回屋笑了半日。我问他笑什么，他也：从前他们称少主傻，才敢伸手，如今发觉少主不傻，又嫌他难糊弄，世间便宜哪能全叫他们占了。陆老太君身子也硬朗了些，他最爱看我和陆望舒对账，常讲陆家许久未这般清静过。我问：从前不清静吗？老太君叹道：从前人人都觉得望舒不懂，便什么都想抢，抢到最终满府皆是响动。陆望舒正在旁边练字，闻言抬头：如今不抢了？老太君笑：如今抢不过你媳妇儿。陆望舒认真看我，知微厉害。我被他讲得脸热，老太君和宋嬷嬷皆笑了。那年春日，我们去了江南别院，路上行了半个月，陆望舒首度出这么远的门，一路阶级紧张。我让人把车帘半卷起来，他便坐在我旁边望沿途田野。
瞧见船会问那是哪一户的，瞧见药铺会问掌柜会不会售假药，瞧见路边小童拿石子砸野猫，他立刻皱眉，叫车停下。我笑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他极认真。猫疼。还是这句话，许多年过去，他依旧会为一只被石子砸到的野猫皱眉。我叫清河取了几枚铜钱，把小童打发走。陆望舒下车，蹲在野猫跟前，野猫受了惊，冲他哈气，他也不怕，仅是把袖中的糕点掰碎，搁在地上。是。野猫不理他，他蹲了良久，最终被我拉起来。他不是。陆望舒有些失落。我言，你已经放下了，他时不时是他的事。他想了想，颔首。似你给我手。我没反应过来，他盯着我，认真道：成婚那日，你把手递我，我想牵便牵，不想也无大碍，我后来牵了。我心头一软，原来他皆记得我牵住他的手，如今也可以牵。陆望舒耳根泛红，却未曾松开。江南别院极美，院内有水有竹，有一片小小的药铺。陆望舒每日晨起浇水，午后陪我看账，傍晚我们坐在廊下听远处传声。有时他会突然忘了方才讲到哪一句，便安静地望我，我从不催他，等他慢慢想。有一回他想了良久也未想起来，面色渐渐发白。我搁下账册，忘了便忘了。可我想讲给你听。那明日想起来再讲。他低头。你会不会觉得烦？我笑。陆望舒，我也有许多事做不好，你烦过我吗？他立刻摇头。不烦。那我也不烦。他盯着我，突然凑过来，极轻极轻地碰了碰我的额头，似鸟掠过水面，我整个人僵住。他退开后，双耳已然红透。宋嬷嬷讲，夫妻可以这般。我捂住脸。宋嬷嬷还教了你什么？他认真想。他讲这个不能讲给旁人。当夜里我给宋嬷嬷写信，写到一半又烧了。罢了，老人家也是为我们好。后来林清月成亲，娶的是翰林家的姑娘，姓柳，性子爽利。传闻他首回见林清月，便直言他面色太冷，似欠了人800两。林清月竟也不恼。成亲那日，我和陆望舒回京观礼，柳姑娘给我敬茶时，笑得大方。早听夫君提及二妹妹，我望了林清月一眼，她耳根微红。她讲我什么？柳姑娘笑，讲你能干，也讲她从前混账。林清月咳了一声，你少讲2句。我忍不住笑。陆望舒坐在我身旁也跟着笑。林清月瞧见，神色极软。宴后他送我们出府，临上车前，他突然讲：这位。我回头，他递来一只小盒，给陆少主的。陆望舒接过，打开看，里头是一只新刻的木鸟，刀工极生疏，却瞧得出刻得极认真。林清月有些不自在，我手笨，刻得不好。陆望舒看了良久，随后抬头讲：极好。林清月松了一口气，我盯着他们，一个迟钝却真诚，一个笨拙又迟来的愧疚。突然觉得许多事也许真能慢慢变好，并非抹平，仅是日后少疼一些。回陆府的马车上，陆望舒一直抱着那只木鸟看。我问：欢喜？他颔首。他想讲和。我言：大概你想吗？我盯着窗外，林府门前的灯慢慢远了。慢慢来吧。陆望舒颔首。那便慢慢来。几年后，陆老太君把整座陆家交到我们手中。那日日头极好，堂内站满族人，再无人拿他痴呆说笑。陆望舒接过家主印时，手依旧有一点抖。我立在他身边，似当年成婚时那般，袖口轻轻挨着他的手背。他侧头望我，知微。我怕。我笑了。我知晓。那你还在吗？在。他便稳稳接下那枚印。后来良久，我都记得这个清晨，记得满堂寂静，记得日头落在陆望舒肩上，记得他明明畏惧却未曾后退，也记得许多年前的宗祠里那些族内女眷如何笑我嫡女配痴儿。倒也稀奇，他们不晓得那日我弯腰拾起的从来不是什么折辱，那是我逃离林家偏袒、争抢、哭声和冷眼的一条路，也是陆望舒从多年药味、火梦、讥讽和死寂里被人拉出来的一条路。我们皆曾被人放错位置，好在后来谁也未曾再留在原地。